广州房价又跌了。天河一套3房挂牌3个月还卖不掉，成交价跌破10年前。不是段子，是现实。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6月70城房价数据，揭开了一个沉默已久的伤口。广州又成了一线城市中跌得最惨的那个。一边是 5.3% 的 GDP 增速， 6.4% 的工业增加值， 5% 的社零总额增长，看起来像是经济逐渐回温的信号。另一边，房地产仍然拖着全国的腿，销售额同比下降 5.2%，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1.2%。当大盘还在苦苦挣扎，广州反而主动跳进了下行的深渊。6月，广州新房价格环比下降 0.5%， 二手房环比下降 0.7%。乍一看好像只是几个百分点，但真正残酷的是，这已经是连续1年多的下跌。二手房的价格在5月已跌至24,800元每平方米，环比下滑 4.62%。到了6月，继续滑落到24,200元每平方米，环比下跌 2.42%。成交均价正式跌破 2.5 万元大关，创下近年来新低。有人把这次的下跌归因于天河。上个月，由于村民集中交付房产，安置房大量上市，天河成交量暴增，一口气成交959套，占全市近1/7。由于这些房源大多为价格偏低的刚需产品，拉低了整体成交均价，也将全市新房、二手房的价格一起往下拽。其实不只是这1个月的事，广州房价这波下跌从2021年开始从没停过，而且不仅在跌，还在加速往下冲。从数据上看，广州房价表现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一线城市。北京、上海的房价跌幅还在 20% 以内，深圳则调整超过 30%。广州最惨，累计跌幅接近 32%， 而2025年上半年单季跌幅竟达 12.2%， 刷新了一线城市纪录。这座南方老牌一线城市，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信心溃败。从外围泡沫破裂到核心区失守，过往支撑城市价格体系的逻辑正一层层崩塌。中介店铺里，经纪人刷着冷清的房源页面，摇头苦笑，海珠一套3房挂牌3个月，前后降了18万才成交。这不是个案，是常态。几年前需要摇号才能买到的红盘，现在连黄牛都不来了。当年的成交明星项目也正在经历一轮轮被腰斩的命运。以买楼独市2中爆红的实地常春藤，2020年开盘价是 2.8 万元每平方米，现在的二手成交价最低只有 1.2 万元每平方米，跌了将近60%。曾被抢破头的万科城市之光，开盘价格高达 5.1 万，如今挂牌价跌至 3.8 万。有业主摊开账单，只是亏损不算利息，亏了整整100万。夫妻俩月入不过1万，却要还 1.3 万的房贷，房子空着，民宿做不起来，全靠父母接济为生。克而瑞的数据显示，2020年广州成交 TOP 20的红盘中，有超过70%如今的二手价格暴跌，不少项目的价格已经跌穿了开发商当年开盘时的心理底线。这不仅是房价下跌，更是资产信心的崩塌。更惨的是那些冲着学区配套买入的伪概念盘，一旦教育政策收紧，地铁站延期，支撑价格的唯一卖点也灰飞烟灭。增城、黄埔、番禺等非核心区域普遍下跌3到5成，连广州人自己都开始承认房价真跌回了10年前。曾经的估算说跌回2015年，事实上比这更早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6月，广州新房均价约 3.2 万元每平方米，与2015年 3.1 万元每平方米的水平基本相同。而同期，深圳房价已涨3倍，北京涨了2倍半。
同为一线，广州成了房价最没有存在感的洼地，成交量也撑不住了。2015年全年广州新房成交10万套以上，2025年上半年只有刚刚突破3万套，同比腰斩。开发商打起甩卖战术，番禺楼盘直降4000元每平方米，黄埔更夸张，首付分期只要1成。开发商其实比购房者更怕。2025年6月，广州推出10宗住宅用地，6宗底价成交，4宗直接流拍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4块流拍地块并不在远郊，而是位于天河、黄埔、海珠这样的核心区域。过去，土地市场是楼市的风向标，地价贵，房价才能撑得起预期。现在连开发商都不敢拿地，说明市场彻底凉透了。没人敢接盘，不是不想买，而是压根不知道底在哪。那些还在等房价止跌、等政策出手的人，也许更需要重新思考：市场真的还回得去吗？广州为何会演变至此？说到底，问题不是房子不值钱，而是城市发展逻辑本身开始松动。2025年6月，广州新房库存高达913万平方米，去化周期超过20个月，供应远大于需求是最直接的硬伤，而人口结构的变化更是长期隐忧。2015年，广州常住人口是1400万，每年增长30万左右。现在年增长不到5万人，90后成了购房主力，但这一代人本就背负高房价、高就业不确定性的现实，还经历了这波房地产大回调，哪里还有信心和能力出手？广州的传统产业也在流失，纺织、商贸、轻工业逐渐外迁，新兴产业又跟不上，缺乏像深圳华为、杭州阿里那样的带动性企业。连就业都难保的地方，年轻人拿什么支撑起一个城市的房价体系？目前来看，短期内广州的房价很难触底，新房可能还会撑一撑，但二手房的高库存和长去化周期，注定价格还要磨很久。开发商不敢拿地，市场自然也不会冒头。就算有政策托底，但没有真实的需求和购买力，这座城市的楼市依旧会被寒气冻住。一场房价的雪崩已不再是一线新闻，而变成广州人生活的一部分。那种从楼市涨声中一步步爬上车，如今却一路向下跌的失控感，成为这个时代最尖锐的隐喻。2021年被称为抢房元年，那一年广州到处都在上演开盘即售罄的神话，黄牛号价一涨再涨，热门楼盘靠抽签才能买到。4年后，潮水退去，那些高位入场的买家成了最沉默的一群人，就连曾经最抗跌的市中心也撑不住了。海珠区逸景翠园小区，一套124平米的4房单位，2021年成交价68157元每平方米，总价848万元。到了2025年，同样户型，成交价跌到35404元每平方米，总价缩水至448万，400万元蒸发，只用了不到4年。几乎每天都有房主在挂牌平台上悄悄降价，有的已经连降4、5次，留言区只剩诚意出售4个字，却依旧无人问津。这不仅是价格的断崖，更是信心的崩塌。广州楼市正陷入一种最可怕的状态，没人接盘，也没人敢喊话看涨。过去，网络上还有很多声音在维护城市信仰，房产博主们每天在说买市区抗跌，买地铁口保值，买学区房跑赢周期。可如今，这些博主不是停更，就是换了行业，连房产小程序的流量都大幅下滑。沉默是集体情绪的下意识保护，即便是以情绪制造者著称的内容创作者，也不再大声鼓吹买入机会，而是开始讲现金为王，少即是多，不要冲动投资。楼市舆论场空前冷清，信息的沉默比跌价本身
更让人发凉。数据显示，中国居民存款总额在2025年5月达到161万亿元，又创新高。这些钱不是准备进楼市，也不是准备创业，而是躺在账户里。躺着的钱体现的不只是保守，而是一种彻底的观望。现在收入不稳，信心缺失，就连本该有钱买房的中产也选择等一等再说。很多人早就不是第一次被房子伤到，从前是嫌贵，现在是担心跌。一轮又一轮的教训已经把置业的词义从梦想变成了负担。一些炒房客仍然不死心，试图在刀口上抄底，但现实是残酷的。楼市的逻辑已经彻底变了，不再是多套房代表身份，也不是早买早赚的时代。哪怕是市中心的好地段、好学区，也逃不过价格下探的规律。连开发商也明白了，再拿地就是赌博。广州2025年6月推出的10宗住宅地块，6宗底价成交，4宗流拍。而这4宗流拍地不是在增城、花都，而是在天河、黄埔、海珠。曾经这些是最有想象空间的板块，如今开发商都不敢碰。土地市场的冷却是楼市退潮的真实反应。一旦地价撑不住，楼价就更难稳定。开发商本能反应是保命，谁也不想成为最后一个站在舞台上的人。广州的房价这几年不仅跌了，还跌得毫无节奏，没有哪一个区域可以独善其身。黄埔、番禺、白云普遍跌了30%至40%，增城、南沙这种远郊更是直接砍半，甚至连部分老破小学区盘也开始出现20%以上的价格调整。再往深处看，是人口红利的消失。2015年，广州常住人口每年还能增长30万，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个位数。而90后成为买房主力后，也面临工资涨不过房贷的现状。这代人经历过互联网红利末期，也踩过房价下跌的坑，最清楚什么叫不动产不等于保值。产业结构也让人担忧，广州缺乏硬核产业的拉动力，纺织、商贸这些传统产业外迁，留下的是就业收缩后的城市空壳。对比深圳的华为、杭州的阿里，广州没有足以撬动年轻人留下的超级雇主。失去人口，失去支撑，房子本身就变得可有可无，连最顽强的刚需购房群体也开始犹豫。当成交周期拉长到半年甚至1年，没有谁再敢笃定说现在买房是抄底。更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，还会不会涨回来？这是广州楼市最不愿面对的终极拷问。不是价格回不来，而是曾经支撑价格的逻辑早就崩塌。从地铁盘必涨到红盘抢破头，再到现在成交靠打骨折，广州房价的心理线已经彻底被击穿。购房者不再相信价格，开发商不敢押注未来，房产博主集体失声，房市已经从过去的热议话题变成人人避而远之的麻烦事。一场围绕财富、信仰、城市未来的重新评估正在广州悄然展开。真正的绝望从来不是暴跌，而是没人愿意再讨论复苏。